都是高超音速导弹，美国的暗鹰，俄罗斯的侦术，他们一个飞得更快，一个变轨更猛。如果两枚导弹隔着5000公里对轰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两款头牌武器，每枚呢5000万美金。这两个到底谁更厉害？我们先看一个突发的新闻。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对外的宣布，当地时间的9号凌晨4点钟，乌克兰的西部城市受到了俄罗斯侦术导弹的袭击。刚才视频大家看了，一共是6枚分导弹头攻击了不同的目标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必须说一下这枚导弹是5000万美金一枚，为什么选择攻击了一个偏远城市的民用目标？今天呢，我就一次给你聊透。首先说呢，这款导弹在前几期我们聊过，这个呢，它是俄罗斯威慑美国和欧洲的利器，因为有几个指标非常厉害。首先，它是一个高超音速导弹，可以达到10马赫。第二呢，飞行距离长，可以覆盖整个欧洲。它现在已经部署在白俄罗斯，如果说发射的话，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巴黎、柏林、伦敦，你这3国首都都在10分钟的打击范围之内。那这次呢，它的发射不是在俄罗斯，而是在俄罗斯的中部省份，飞行了13分钟，命中了预定目标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必须说一下，它有3个原因。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普京要花5000万美金打了一个民用目标？原因有3个。第一个，他这次事实上是给美国一个颜色看看，因为在昨天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个大人，因为他的影子舰队在公海上都快回家了，居然被美国的执法部门跨国在公海上进行了扣押。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了直播，直接是用直升机降到轮船上，把这个俄罗斯公民的船员整体扣押，大家都手抱头跪下。事实上，在这个影子舰队的周围就有1到2艘的俄罗斯潜艇护航着呢。因为从这个路线上来看，他自从逃离了委内瑞拉，一直在往俄罗斯走，而且在中途上把委内瑞拉的国旗换成了俄罗斯的国旗。他以为老美，你不是想打击我的影子舰队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委内瑞拉的船了，我已经换成了这个俄罗斯的3色旗了。但是美国呢，没惯他这毛病，因为你已经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监控范围之列。这个船主要是为委内瑞拉、俄罗斯、伊朗运油的，因为它有个独特的路线。委内瑞拉的油呢是重质油，它的流动性比较差，而它需要俄罗斯的石脑油进行稀释，稀释完了以后，你才能在管道中进行储存和运输。这是一条长线，早就盯上你了。令人可笑的是呢，负责护航的俄罗斯潜艇根本就没有上浮，也没有进行反击和干预，就那么默不作声的看着。那对于普大帝来讲这在颜面上根本就说不过去，必须得给一个回应要不然全世界的那个俄粉，包括这个他自己国内的民众没法交代。所以这次他拿出自己的招牌产品高超音速导弹要秀一下，就是其实我压箱底也有东西。那我们再说第2个原因他选择的目的地并不是基辅的首都，而是远在这个西部的偏远地区利沃夫。这个利沃夫位置非常特殊，它距离波兰就仅有70公里了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我要是打你欧洲的话，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
第三个原因，他为什么打民用目标呢？这次受轰击的是一些居民楼，另外啊还有一个热电厂，他的目标就是我让你利沃夫100万的民众啊根本就烧不上煤，也烧不上天然气，你直接啊继续受冻。而实际上对付的是老百姓。当然了，我们从这儿呢也能看出来，他对自己的技术也是比较心虚的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哈，如果你对自己的武器，无论是精准度、速度和自称的不可拦截性，你要那么有信心，那你就应该打军事目标，或者是打这个首都。你奔着这种偏远城市的民用热电厂打，那当地根本就没有拦截设备呀，胜之不武嘛。当然，第二个终极拷问，如果说你认为美国的执法机构在公海都快到加勒比海了，在那个北大西洋的东部都快进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了，自己的船就被人家跨国扣押了，那你当时应该做相对应的军事回应。因为俄罗斯的潜艇啊，尤其是在大西洋游弋的核潜艇啊，那都是带着家伙的，那都是带着核弹的。那你当时为啥没反应啊？而你把这火撒在了乌克兰的普通民众身上，这格局啊也不咋地。好，那我们说第二个问题，这种武器确实厉害，乌克兰没拦住。那问题是美国或者欧洲是否有对应的武器？明确告诉你啊，有。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了一个对应的产品，叫暗鹰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指标，射程呢也是能达到5500公里，和帧数几乎是持平的。但它和真柱不同的是呢，每个产品啊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。我们先说一下帧数，它对外吹嘘呢，我是称波体弹头，它用非常刁钻不可预测的这个变轨，你无法拦截我，这个确实是它的独家优势。很多大国的高超音速导弹也采用的称波体，但是呢，美国没有走这个路线。事实上，在20年前啊，美国就研发过称波体的导弹，但后来放弃了。他们的作战理念是唯快不破，就是你这个再刁钻，如果我比你快呢，你先被摧毁嘛。所以他采取的模式叫做锥群体，也有的人翻译成这个双锥体啊。总之，它就是前面一个尖，后边装油量比较大。那它拼的是什么呀？是火箭的发动机技术。如果我掌握了更强的火箭发动机技术，我比你飞得快。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一个人呢手里拿一把枪，对面呢他是一个武术高手，我又会各种什么功夫啊，各种空手道，又日本柔术，特别刁钻灵活。你对付普通人啊没问题，你可以一个打10个。因为普通人他不具备这个作战素质，但是如果你遇上对方的一把枪，你再快再刁钻啊，你也挡不住子弹。所以美国的核心优势啊在于速度，它可以达到恐怖的17倍音速，17对10，很明显啊，谁先中招谁先死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聊一下，那这款武器是不是已经部署了呢？还是仅仅是概念层面？明确告诉大家啊，已经实现了部署。首先是陆军，现在美国海军也在采购这款导弹，它要安装在自己的潜艇和驱逐舰上，而且呢，它是模块化，一个模块3枚导弹，它可以携带4个模块，也就是一艘潜艇可以发射12枚高超音速导弹，这个打击力啊也是非常惊人的。尤其是菲律宾呢，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，这东西好啊，希望能够在菲律宾长期部署，就是你别例行的训练你再撤走，你干脆常驻。为什么呀？它每枚呢是5000万美金，一个单元3枚，通常至少你要预备4个单元，这就是几亿美金啊，这看家，这比啥不香啊？
那我们的终极问题，如果隔着5000公里双方互轰，变轨再厉害的没啥用，而飞得更快的呢，会首先击中目标。最终的终极拷问，那就是俄罗斯的帧数和美国，他们如果真的发生了冲突，谁是最终的赢家？除了本身的产品之外啊，你要考量的是生产的能力。我们看一下美军现在的生产能力呢，每年可以达到100多枚，除了自己用啊，它可以部署在海外，包括欧洲的德国、波兰、日本、韩国和菲律宾。而俄罗斯呢，由于现在受制裁，它每年只能生产那么几十枚。你看现在啊，它试射了1枚，手里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库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芯片材质啊，大量的依赖于欧洲的产品，而目前啊，它买不到，可以说是造一枚库存就少一枚。关于这2款武器，你有什么观点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看世界今天讲到中共如何用 AI 监控民众的生活的，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关注大卫看世界。军情局和看世界这2个频道，咱们每天都会更新，更欢迎您打开小铃铛。咱们明天第一时间再会。